2026年的新版的基础磨刀技巧。如果是一个不利的刀呢，它摆上去这样它是会动的，然后这样子它也会动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刀子。我磨刀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施加这样的力量，拇指放在刀身，然后食指呢放在刀背，你可以用笔在上面画线，让这个线呢来当做你磨刀的一个基础。刀子跟石头垂直90度，然后一半45度，然后比45度小一点。切报纸呢，主要是我们要确认它有没有地方是崩口，然后没有磨好的，那个地方就会特别的不利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切切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我们之前拍过很多磨刀的影片，我最早的那支磨刀影片应该是我这个频道上传的第一支影片，其实也过6年了，有点久。虽然啦，我们一直都有在拍磨刀相关的影片，不过呢，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来更新一下这6年以来呢，我们学到的新的磨刀知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就是2026年的新版的基础磨刀技巧。那首先你会想要磨刀，一定是觉得刀子不够利了。那这个状况通常是前面这个刀尖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刀锋已经先歪掉了。原本我们切菜的时候施加这个方向的正向力，食物会给我们反作用力到这边。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刀锋前面是直的呢，它的反作用力呢只会集中在这一点。刀锋如果歪了，你一样施加正向力，可是你食材给你的反作用力会变多，因为会集中在这一个面。对，所以当然你切起来的手感会觉得不好，会切不利，而且呢会比较容易切不断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我们在磨刀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刀子不利，就是要把这个歪掉的地方呢修正成直的，这样子呢力量一样可以集中在这一点，而不是集中在这一个面。但是，你们大部分人要磨刀的时候，都不是因为前面歪掉而已。而是因为你们一直在不利的时候还不停的用力去切它，所以呢，刀锋最后其实是破损的。本来应该是这样尖的刀锋呢，被你用到前面尖的地方已经磨损掉了，对，已经不见了，变成这样圆圆的刀锋，食材给你的反作用力一定会比较多，而且一定会比较不利。很多人会想说，那我刀子什么时候是利的，什么时候是不利的呢？我通常呢会用我的指甲。刀子摆上来，先朝这个方向去试试看，会不会动？先朝这个方向试试看，会不会动？这样子会不会动？不会动，代表它的力度有一定的力度了。对，这样子不会动，代表说刀尖至少是尖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会朝这个方向去试试看，这个方向摆上去之后呢，这样子动，看有没有吃到你的指甲里面。如果我吃到指甲里面，表示说这个刀已经非常利了。那你磨刀如果太高系数的话，也可能会吃不进去，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。如果是一个不利的刀呢，它摆上去这样它是会动的，这样子它也会动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刀子。所以呢，这一集就要教你们怎么样在家里面基础的磨刀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AutoStone 的石头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双面刃的刀子的磨法，因为在台湾呢，大部分家里面都是双面刃的刀子。单面的刀子呢，这一面是平的，它这边完全是平的这一面有一个斜角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斜角。那双面刃的刀子呢，它是长这样子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磨刀的握刀姿势。我们希望大家的握刀姿势是像这样子，拇指放在刀身，然后食指呢放在刀背。这样，可是这2根手指头都没有用力，而是用中指跟无名指来握住刀子，这样尽量不要这样子握。这样子握呢，刀子的控制角度能力比较差一点。这样子握呢，控制的能力就会好很多。大家可以自己试试这样握看，就是你握后面跟你握前面的话呢，差异其实蛮大的。那我们今天学的是双面刃的刀子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学的怎么样换手去磨刀。你看，譬如说我们今天是右手拿，我们就先这样子拿，这样子磨。然后呢，之后换手，一样是这样子握刀，拇指放在刀面，食指放在刀背，这样子去磨刀。另外一只辅助手呢，是负责压住刀子，给刀子向下的正向力，向下正向力来给它施压。我们可以称一下我大概会压多用力。我磨刀的时候呢，大概就是施加这样的力量，大概500到600克，不需要太用力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有一件事情蛮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磨刀的时候啊，有个角度。我们知道我们在切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靠的是刀锋上面的小锯齿，就是刀子上面有很多的锯齿。哦，
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手腕的角度。有些人希望刀子很平，他们譬如说中式片刀，他们希望刀子是这样子平的，所以他们会这样子磨。可这样子磨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切东西呢，其实是用刀子上面的锯齿。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磨的话呢，是不是会把这个锯齿都磨掉？那到时候你没有锯齿，你切东西就会觉得切感非常的差，而且呢，你的没有锯齿去抓住食材。一般还是希望锯齿是长这个样子。锯齿如果要长这个样子呢，理论上我们会要这样子磨刀。这样子去磨刀，锯齿才会直接这样很垂直的排列嘛。可是这样子磨刀呢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从这边推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手不会很稳，因为我的后面的肌肉拉伸了，我手被拉伸了之后呢，可能在磨的时候呢会翘，会这样子翘。我推的时候呢，你看会翘。当我推远的时候呢，很容易会翘起来。其实很多人会遇到，就是他磨刀不稳的一个状况呢，通常会是这样，刀子跟石头的角度太垂直了，所以呢会变得翘翘的。所以我通常会推荐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做法，就是这样子，刀子跟磨刀石呢呈现一个这样45度的状态。新手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，对，可能会不习惯，他们的这个角度会乱跑。那没关系，有一种东西叫做笔，你可以用笔在上面画线。让这个线呢，来当做你磨刀的一个基础的标准，所以你就跟着这个线，这样子磨，换手也一样，跟着这个线这样子磨，这样子你在磨刀的时候，你手腕的角度就会有一个依据在，就比较不容易你的磨刀角度会跑掉。接下来我们来讲磨刀石跟刀子之间的角度。很多人会说要什么22.5度啊之类，15度、17度之类的，都可以，因为每个人习惯的开刃的角度会不一样。但是一般家庭用的话呢，我会希望你们刀子可以比较有耐久性，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子，这样是90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半45度，然后比45度小一点，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来我们再次刀子跟石头垂直90度，然后一半45度，然后比45度小一点。这样子，不需要真的拿量角器去测，真的不用。对，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这样子的刀锋呢，它耐久性是比较好的。因为我相信呢，会看这个基础磨刀技巧的人呢，一定不是很常磨刀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先让刀子耐久性比较好，这件事比较重要。再来就是你要选择磨刀石。磨刀石有非常多种，那价钱也不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，里面的磨料呢也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怎么样选择磨刀石呢？基本上你要去看你的刀子的钢材是什么样的钢材，然后再看这个磨刀石是不是可以对应你的钢材，觉得至少是要磨得动。那刚好呢 ，AutoStore 呢他们有出2种不同的磨刀石，一种是像砷这种的，它比较会出浆，然后呢它可以磨出匣面。基本上 VG10左右都磨得动 ，VG10以下包括 VG10它都磨得动。然后呢它有出另外一种效率更好的是檩的话呢，它的磨感会比较的硬，然后比较不会出浆，所以它磨出来的呢是比较亮面的，不是匣面的。基本上粉末钢它也都磨得动，但它磨出来的切割感不太一样。砷的切割感呢，在比较好研磨的刀子上面呢，它切割感是比较好的。那檩的话呢，它是以效率为主的一个石头，所以2个石头的状况有点不一样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刀子磨不磨得动呢，就怎么办？直接在底下留言问我们，或是加入我们赖社群问我们。对，里面有很多人会回答你有趣的问题，然后我会告诉你说怎么样的石头适合怎么样的磨刀石。那基本上呢，你如果说真的不知道，你就买檩吧，就檩是基本上什么都磨得动的。那如果说你的刀子不是特别硬的刀子，不是特别难研磨的刀子呢，你就买砷，因为砷的切割感也非常的好。我会建议，如果你家刀真的不利的话，已经觉得就是真的很不利了，就从最初的磨刀石开始，所谓的荒底。那荒底呢，它大概是200多到300，这样叫做荒底。如果你刀子真的很不利，一定要从这样的石头开始，因为你必须要重新开你的刃，而且这样子比较有效率的石头呢，能够开出比较漂亮的刃。它开刃的话，开的会比较平整，而且比较有效率。那我们今天先使用的是砷的300，这块石头我已经先泡过水了。对，砷是需要先泡水的石头。那我们照刚刚的90度、45度，比45度小一点，这样子磨。我们先磨这一段给大家看。那磨刀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刚是磨这一面，磨到另外一面有毛边跑出来就可以了。
对，像这样子已经有一些毛边了。对，我们再磨一下。那磨到这一面呢，我们摸起来已经有毛边了。这边都已经有毛边卷起来了，之后呢，就代表说这把刀已经这边是磨好的了。那真正的磨法其实不是这样，真正的磨法呢，我们要像这样子磨，然后一边动，慢慢动我们的手指。你看我们的手指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有弧度，这边会是翘的。那我们如果翘的话呢，这样就磨不到这边了。你看，如果我这样子磨，这边会磨不到。这个刀尖的地方会磨不到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稍微小指用力一点，把它抬起来，让它可以磨到刀尖的地方。这样子抬一下，抬一下，这样子，让刀尖呢可以被磨到。那我们在磨的时候呢，从这边，那记得刀底这边一定要在磨刀石里面，不能在外面。在外面的话呢，你就磨不到这边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磨不到这边，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开始这样磨，这样子磨。然后我的手指会慢慢的走，我要磨哪边我就压哪边，然后到这边稍微翘一下。对，那理论上呢，应该是要从底推到最前面，从这最底下推到最上面。对，从最底下推到最上面，这样，因为你买了一整颗石头，你不会想要浪费它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不停的往复。那怎么样看说，要再加水呢？其实你看这个地方，如果它的浆已经变得很条纹状，然后有点硬了，有点干了，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点水，大概这样子的浆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磨，对，然后从这边走到这边，走到刀底，然后磨到。慢慢的移动我们的手指，那不要只在中间这样磨，因为这样你中间很容易就凹下去了。这块石头在这边就很容易凹下去了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只磨这一段，你要整个石头都拿来用，这样你之后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整平。然后一开始呢，它的速度可以不用这么快，可以慢慢的磨。正确的施加压力跟调整你的角度呢，会更容易把刀磨利，而不会浪费力气。那我们磨完这一面呢，我们可以拿去水清洗一下之后呢，来摸摸看，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已经有毛边了。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的毛边呢比较不明显，我们可以再多磨几下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摸摸看，都已经 OK 了。那我们就换手，用一样的方式去握刀，然后一样的角度，一样我们的手慢慢的移动。那我们需要磨的地方按压，然后刀尖的地方记得翘一下刀尾。那大家很容易犯错就是这样子磨，这样子磨的你的刀锋就没有锯齿了。对，所以尽量不要那样磨。磨一阵子呢，我们就可以摸摸看是不是毛边都已经跑出来了。确认毛边都已经卷过来。如果你不是很确定啊，你每次摸毛边都用同一根手指头磨，像我是习惯用大拇指，我左手的大拇指摸。对，不管我哪一只手磨，我都习惯用左手大拇指来摸我的毛边。那如果你不是很确定毛边有没有卷过去呢，可以摸摸看这一边，再摸摸看这一边，看两边是不是有差异，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比较出来。那如果有时候你摸不太出毛边呢，可能是因为铁屑你的磨料有点卡在那个毛边上面了，所以你可以去洗一下。稍微用水洗一下之后呢，干净了就可以摸摸看。每次用同一个手指头摸呢，你那手指头的敏锐度就会比较高一点。如果说毛边都已经跑出来了，就代表它是已经 OK 了。好，这样子呢就磨好了这一块石头。那我们可以换下一个番数的石头。下一个番数呢，我通常会从300直接跳到1000。对，那如果你想要它的锯齿非常的多样性的，你也可以中间再磨个500、600之类的。对，可是通常家用的话其实没有需要。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檩，檩的话它比较特别，是它不会吸水，所以你看只要泼一点水，它的水就在上面。然后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一样要换手磨。那换手磨的时候呢，刚刚我们是用左手磨的，用我的左手磨的，所以毛边是这样子卷上来的。对，毛边会在这一面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换手一定要换到右手。
用右手呢毛边才会朝下，你才磨得到。那一样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在上面画个斜线之类的，让你可以更容易辨识你需要的角度。那我们一样从刀底开始磨，从刀底的地方开始磨，然后慢慢移动我们的手。理论上呢，只要你第一颗荒底呢有打好基础，角度是正确的，有正确的磨出毛边的话呢，你1000可以磨得非常的快速，就可以磨出毛边了。之前有很多人教说磨刀的时候呢，要分段磨，对，就是可能会分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磨。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刀子呢，就是某一段特别的凹，对，那只要你刀子凹呢，就没办法切齐砧板，就会有东西会切不断。所以呢，我们才会选择这个慢慢的移动我们的手指的磨法。这样子呢，你的所有的磨的地方都是渐进式的，也不会有个地方特别磨得到特别多，就比较不会有刀型跑掉的问题。你看领，它其实吃铁效率很高，我们会这样子讲，磨得很快。然后记得我们在磨刀的时候啊，要刀锋往刀背的方向出力，是这样子推的。然后回来的时候轻轻回来就好了，所以是这样子推的，轻轻回来。那目的呢是希望我们的刀锋被磨到很利的时候呢，不要咬进石头里面。如果我朝这个方向出力的话呢，有时候呢刀子超级利，它就会咬进石头里面，然后呢你的刀锋就再度破损，然后你的磨刀石还被挖起来一块，两边都受伤了，得不偿失。所以不需要这样子，对，我们只需要从刀锋往刀背的方向去出力，这样子。常常磨刀会有个大家的错误，就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去压刀子。这样子压刀子呢，也不是不能磨，但是它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压刀子的时候，因为刀子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你可能会把它压成这样子，它会变得有点弧度翘起来，会有点这样翘起来，中间这边反而是翘起来的，你会磨不到，你会反而是磨到这两边，会特别磨到，然后翘起来，所以呢，你刀子会只磨到这边、这两边，刀子这边、这两边。会磨到这两边，而不会整把刀子都磨好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，所以不要这样子压刀啊，就这样子用2根手指头这样压就好了。这样其实磨很快呢，就可以磨到毛边都已经跑过来了，你不用一直磨一直磨，就磨一磨就可以磨一下，毛边是跑过来了。那我这边还缺一点点，我就再磨一下，专门针对这个地方再磨一下。我们现在确认毛边都卷过来，那我们就开始换手，换到这一边来，一样的握法，一样的磨法。所以磨刀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太用力，我们这些食指是轻松的，不要这样子用力，这样很用力的握压刀子呢，其实你手很累，所以你不需要这样子用力，对，你只要轻轻的摆上去就好，然后拇指也是轻轻的摆上去就好，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施力的地方是这个中指跟无名指的握刀子，然后尽量握里面一点，用你的手掌去握刀，不要用食指跟拇指去握刀，这样很累，而且不会比较厉害。他们只需要辅助摆在这边，甚至我其实把它摆在这边都没有关系。对，因为控制角度呢是这边在控制，不是你的食指跟拇指在控制。所以握到的时候呢，拇指摆在这边，食指摆在这边，轻轻松松的磨就好了。毛边都已经卷过来呢，表示说1000都已经磨完了。理论上呢，家庭用的刀子大概磨到1000就很够用了，最多就磨到3000，不要超过3000。因为你磨到太上去呢，反而不好，有些蔬菜会不好切。你磨到越高番数呢，锯齿太小了，可能你就反而是不好切的。所以呢，通常磨到1000到3000就是可以的了。那因为这把是一把 VG10的刀子，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磨到3000。因为现在毛边呢是卷过来的，它毛边是这样子卷的，所以呢，刀子其实这样切是不利的。那我们教大家怎么把毛边卷回来。刀子这样子，然后角度呢一样90度、45度，然后比45度小一点，稍微再小一点点，再贴平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拉，手这样子，轻轻的，这手指头摆在这边，轻轻的这样拉，然后是因为现在毛边是往下卷的嘛，所以我们要拉2次，然后再换一边，一样的握法，这样子。拇指在刀背，食指在刀面上面，轻轻的这样拉，然后交替，这样子。
不要用力，轻轻的。然后你再摸摸看毛边在哪一边，如果毛边在那一面的话，那面朝下，再继续再多磨几次。对，这样来回几次之后呢，刀锋就会是直的了。如果说你觉得这样荡刀不是很稳的话，你还可以用磨刀棒，对，使用磨刀棒来帮你荡刀。那磨刀棒呢就是这样摆着，90度、45度，比45度小一点，这样子去使用的，轻轻的拉。对，或者是像一些厨师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有另外教一集怎么样使用磨刀棒啊，那大家自己去看那部影片。那如果说你没有磨刀棒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一个卫生纸卷，这样子上面这样子拖它，这样角度一样是90度、45度，比45度小一点，这样子去拉，这样子呢也可以把刀锋给导正。再不然呢，你也可以拿一卷报纸，对，把它这样子卷起来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也可以当做荡刀的使用。但刀子利不利还是要看你要切什么。有些人喜欢切纸卷，那就是要切纸卷切得过才叫够力。那有些人喜欢切菜，那就是切菜的时候呢够力就是够力了。那这个方法只是一个我判断这个刀子是不是够力的一个方法之一。然后通常我们会拿一个纸啊，拿纸来测是不是可以这样切过去。对。那如果有地方卡卡的，就代表说那边可能不够力，那就可能要再倒一下。然后这个前面可能有点没有导正，好，就把它再导正一下。切报纸呢，主要是我们要确认它有没有地方是崩口，然后没有磨好的，那个地方就会特别的不利。对，所以我们可以切切看，有没有地方是没有磨好的。对，这样。那基本上这就是一把很利的刀子了，这就是一个基础的磨刀的技巧。对，所以刀子不利的话呢，用这些方法就很容易可以修正你的刀子。当然还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比如说你的刀子太厚啊，或是你有大破损啊之类的。如果你刀子有破损的话，你就要在最粗的那块石头呢，把破损的地方都先磨掉，磨到都看不到破损的地方呢，才能够换到下一块石头去磨。那这个 AutoStone 呢，它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块石头，因为它价格呢算是磨刀石里面非常实惠，而且它磨刀效率都很不错，而且磨刀出来的品质我也非常喜欢。不管是磨好磨的碳钢刀呢，或者是磨难磨的粉末钢呢，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，那这就是2026年我们新版的基础磨刀技巧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呢，很简单的把你的刀磨到你喜欢的锋利度。我们之前还有很多磨刀的影片是讲不同的题目的，譬如说是磨刀石的选择啊这些的，还有钢材跟磨刀石之间的关系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以前的影片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讨论的话呢，也可以加我们赖社群或者加我们官方赖啊。赖社群里面有很多厉害的高手，那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。如果你觉得看影片学磨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呢，刀子还是磨不利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实体的磨刀课。我们线下磨刀课呢，在这边，底下大家可以报名我们线下磨刀课，来调整你的姿势，或者是你需要改正的地方，让你的磨刀非常非常的有效率。那你在初级的磨刀呢，就可以变磨刀大师，初级磨刀大师。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让我们可以拍出更多更有趣的影片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